最近的美国政坛，埃隆·马斯克又一次登上了新闻头条。这一次，不是因为电动车或火箭，而是因为他在华盛顿领导的一个特别部门——政府效率部，曝光了一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内幕。有媒体称之为马斯克的惊人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探讨这场正在美国上演的现实版效率风暴。成立不到3个月，政府效率部已经大动干戈好几次。从关闭成立60多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到深入各大机构审查开支，短短数周内，马斯克带领的团队砍掉了成千上万的联邦职位，号称已经为纳税人省下了数千亿美元的预算。一些支持者将这些举措称为美国第2次革命，认为马斯克在对联邦政府做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手术。但也有不少人担心，这会不会演变成一场危险而短暂的政治闹剧。就在2025年3月底，马斯克团队曝光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美国的社会安全保险系统正遭遇大规模诈骗渗透。马斯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他们发现社会安全保险局每天接到的电话中有高达 40% 是诈骗分子的来电。听清楚了，将近一半打给社安局要求更改银行账户信息的电话，都不是什么真正的退休老人，而是冒充他们的骗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不法分子瞄准了一个漏洞。美国的退休金福利发放主要通过银行转账完成。如果有人打电话给社安局，通过身份验证后改了直属账户，那么今后每月打给受益人的钱就会被转到新的账户上。而骗子们正是利用电话验证相对薄弱的环节，假装成老人，蒙混过关，把别人的养老金据为己有。马斯克形容说，他们就像在偷别人的社会保险，一通电话改个账户，钱就被劫走了，真正的老人拿不到钱。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积少成多，对美国的养老保障造成了系统性的侵蚀。社安局对此其实也早有察觉，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彻底的改进措施。这次因为政府效率部的揭露，终于促使官方采取了更严格的防堵手段。在3月初，社会安全保险局宣布了新政策，今后绝不允许仅通过电话回答几个问题就能更改银行账户。受益人如果要改账号，必须采用更安全的做法，例如使用线上系统双重验证，或者亲自到办公室提交证件。换句话说，就是要增加一道关卡，避免仅靠电话确认身份这种纸糊的门，让骗子有机可乘。马斯克强调，政府效率部这么做不是为了刁难领福利的老人，而恰恰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益不被盗用。他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受益人，合法的领取人将能拿到更多他们应得的钱，而不是更少。这番话是回应外界的担忧。有人质疑，为了防范诈骗，是否会让一些真正的老人反而领不到钱？马斯克的回答很直接，正相反，我们是在让真正该拿钱的人更有保障。这项针对涉安诈骗的发现，让很多美国民众大吃一惊。试想，连社会安全保险这样关乎数千万退休人口生计的系统，都能被骗子渗透到如此地步，那联邦政府内部还存在多少类似的管理漏洞？政府效率部的揭露仿佛敲响了一记警钟，也难怪媒体用惊人发现来形容这件事。如果说社安局的电话骗局已经很荒唐，那么接下来这个发现只能用荒诞来形容了。政府效率部团队在审查联邦小型企业贷款时，竟然发现有9个月大的婴儿成功申请到了政府贷款，金额达到10万美元。没错，一个还不会走路，也不存在所谓公司的小婴儿，居然堂而皇之地领取了大笔贷款。听到这里，您的反应可能跟我们一样，这怎么可能？当然，并不是说那个婴儿真有神魔商业头脑，而是因为诈骗集团盗用了孩子的社会安全号码，冒名顶替申请了贷款。更令人瞠目的是，政府效率部还发现，小企业贷款系统此前竟向一些超过120岁的幽灵人口发放了高达3亿美元的资金。另外，又有3亿美元贷款批给了其他未满11岁的小老板。这些数据汇总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年仅几岁的儿童创业家和早该做股的老人一起，
从政府拿走了数亿美元的贷款，这背后反映的问题非常严重。首先，政府各系统彼此不连通，导致审核形同虚设。正常想想，一个婴儿去银行贷款肯定会立刻被识破，但换成线上的政府申请系统，只认证号码不看实际年龄，竟然就让骗子钻了空子。其次，也说明政府在发钱时缺乏基本的校验机制，连申请人的年龄都不核实清楚。当然，这些钱最后都进了骗子的口袋，真正需要资金的小企业和纳税人却成了冤大头。马斯克的团队曝光这个婴儿贷款丑闻后，震惊了整个舆论。很多美国人此前根本无法想象政府的漏洞可以大到这种程度。有人调侃说，看来在美国，从出生到120岁都可以是诈骗犯发挥的舞台。也有人愤怒地质疑政府的监管去哪了。政府效率部成员解释，这正是多年来各部门各自为政，系统老旧不相连造成的恶果。不同数据库之间缺乏交叉核对，就好比各管一摊，结果留下了巨大的黑洞。幸运的是，现在这些荒唐的漏洞终于被揪了出来。我们也看到，政府效率部正在推动政府内部的系统升级整合，比如打通分散各处的数据库，建立更严格的身份核实和审核流程等等。马斯克形容，如果一家企业的内控这么差，早就被股东告上法庭，公司摘牌，老板进监狱了。但政府运转缺乏竞争压力，积弊已久，所以才需要外部空降兵来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诈骗漏洞，政府效率部还揭露了许多政府荒唐浪费的案例。其中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一份只有10道题的网络问卷调查，居然花了纳税人近10亿美元，听起来难以置信。一份普通的意见调查问卷，按理说网上随便做做也花不了几万美元，但在联邦政府的承包流程下，不知怎么就爆出了天价。原来，这是一个发生在前朝政府时期的合同黑幕。政府效率部负责审查政府合约的成员泰勒·哈森发现，在周末随意抽查时，竟撞见了这样一笔离谱合同。简单说，承包商可能借由层层外包、虚报成本等手段，把一个小项目做成了大肥羊。而之前政府对合同缺乏严格审查，导致纳税人的钱被如此浪费，却没人察觉。如今政府效率部开始对每一笔支出和补助进行地毯式排查，并将异常项目上传至政府效率部官网公开，未来还会提供及时查询。泰勒·哈森指出，像这种政府合约采购中的黑洞并非个例，之前政府并没有统一机制来审核所有部门的合约，很多花钱决策其实缺乏透明度和问责。现在政府效率部相当于接管了一部分审计的角色，要追踪每一分钱花在哪里。当然，在省钱的同时，也要避免影响正常的服务，所以团队强调他们不是乱砍预算，而是瞄准了再下手，只削减明显的浪费和不必要开支。政府效率部在清查时还发现了一些令人啧舌的内部管理乱象，例如联邦政府发给员工使用的公务信用卡数量竟然比员工数量还多。具体来说，大约有230万名联邦雇员却发出了460万张政府信用卡，平均每人2张，还不包括那些已经离职却没收回的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公款消费的规模可能极其惊人，而且管理非常松散。政府效率部已经介入清理，目前先收回了30万张闲置或多余的卡片，未来还要对刷卡用途进行更严格的审核，按照企业内控的标准来改革财政支出管理。再比如，团队发现美国政府的一些机构仍然深陷纸本地狱。Airbnb 的联合创办人、现任政府效率部成员乔吉比亚负责调查联邦退休金的管理流程时，震惊地发现，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处废弃矿井里，竟然存放着近2万个档案柜，里面塞满了4亿份纸质文件，都是联邦人事和退休相关资料。这些资料不但查询困难，而且经常出错，导致退休人员的申领手续要花6到9个月处理完毕。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堂堂美国政府居然还靠堆积如山的纸张来运转部分业务？另外，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政府效率部发现那里竟然存在着700个不同的 IT 系统，彼此之间无法对话，
而且还配备了多达27位信息长，各管各的系统。如此分裂的架构不但效率低下，也容易造成浪费和管理混乱。政府效率部提出的改革构想之一，便是整合这些重叠的系统，把更多经费直接拨给科研人员，而非层层机构，并推动 IT 系统的整合，以提升研究效率和管控成效。这些例子让我们了解到，所谓政府低效，不只是钱花得多，还反映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上。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机构往往形成冗员过多、流程落后的局面，谁也没有强烈动力去改革。现在马斯克带着硅谷式的效率文化闯进来，无疑是捅了马蜂窝，但也让陈科多年的体制问题暴露在阳光下。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刺痛了许多人的利益。随着政府效率部一波波砍经费、裁员，许多联邦雇员感到前途未卜，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从2月开始，美国各地就有被裁撤机构的员工走上街头，表达对政府效率部举措的不满。他们的标语五花八门，有的痛斥马斯克毁掉公共服务，有的则调侃他是拿着电锯的疯狂科学家，甚至还出现了一种名为 Tesla Takedown 的全国抗议行动。数百名示威者在全美许多特斯拉经销店门前集会，呼吁抵制马斯克的商业产品，以此向他施压，希望他停止削减政府预算。马斯克显然感受到了这些反弹带来的压力。他在3月30日于威斯康星州格林贝市举行的一场市政厅活动上坦言，在政府效率部工作的这段时间，让我付出了很多。他说，有一些强大的势力试图对他和特斯拉公司施加巨大压力，希望逼他们就范停手。事实上，自政府效率部成立后，特斯拉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公司股票在第1季度几乎腰斩，市值蒸发了数千亿美元。马斯克个人的财富也跟着大幅缩水。据统计，他的身价自2024年底以来减少了超过1200亿美元。对此，马斯克自嘲道，看来有人不希望我们继续下去。除了经济上的打压，政治上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许多民主党议员和公共政策专家批评政府效率部的合法性和透明度。有19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联名起诉川普政府，要求制止政府效率部获取含有普通美国人敏感信息的财政记录，认为这已经侵犯隐私并且越权。另外，一封国会民主党参议员的联名信更是直截了当的质问，政府效率部的成员都是谁，依据什么权利或法规在运作。政府效率部员工在获得权限，不受约束地访问机密材料及个人信息之前，有经过怎样的审查和监督？这些尖锐的问题直指政府效率部运作的灰色地带。马斯克对于外界的质疑并非没有预料。早在成立之初，政府效率部那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核心团队就备受争议。有人惊讶川普竟放心让一群毛头小子去动几万亿政府预算的奶酪，也有人怀疑这些与华府官僚体系格格不入的硅谷精英能否撑起这项艰巨任务。如今改革深入，反对声更盛，马斯克仍然强调他的团队有专业能力，也有数据支撑每一项决定。他表示，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背后都有数据支持，不是随便乱砍。同时，他也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改革的成果。马斯克在那场威斯康星的市政厅上还抛出了另一项重磅信息，政府效率部的调查目光已经投向了美国国会里的某些大人物。当时有观众问他，政府效率部是否发现有美国政府的援助款项被转给了某些政客？马斯克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表示，目前看来有一条隐秘而曲折的资金路线，政府把钱先汇到海外某个非政府组织，兜了一圈之后，其中相当一部分又以某种方式回流美国，落入了刚才提到的那些人腰包。钱不是直接给的，但绕了一大圈之后，某些政客莫名其妙就变富有。马斯克虽然没有把话说死，但明显在暗示某种权钱交易或利益输送的存在。这番话等于公开表示政府效率，不怀疑有政客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将公共资金变成了私人财富。众所周知，国会议员的工资虽不算低，
但远远达不到亿万富豪的水平。然而美国政坛确实有不少久居高位的议员，其身家暴增速度异常，引人质疑。马斯克现在似乎有意顺藤摸瓜，要查一查这些奇怪致富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有人拍手称快，觉得终于有人要动华盛顿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了。也有人替马斯克捏了把汗，但此举会引火烧身，招惹更强大的对手。随着政府效率部风暴愈演愈烈，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马斯克在政府的任务还能持续多久？根据规定，他以特殊政府雇员的身份，最多只能服务130天，也就是大约4个多月的时间。马斯克自己也在采访中透露，他预计会在5月底辞去政府效率部的职务，届时将回到企业界继续经营他的公司。换句话说，他在华盛顿挥舞电锯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川普总统对此也发表了看法，他表示非常感激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的努力，也希望马斯克能多留一阵子。但毕竟马斯克还有规模庞大的企业要经营，不可能长期在政府供职。川普强调，即便马斯克离开，他的内阁成员和各部门首长也都已经通过与政府效率部的合作学到了宝贵经验，未来削减浪费的改革势头不会因此停下。也就是说，政府效率部的精神将由其他官员继续延续，联邦政府精简预算的使命不会因为马斯克走人就此终结。当然，也有人怀疑，一旦失去马斯克这面旗帜和他超强的执行力，政府效率部的改革成果可能会渐渐被官僚体系侵蚀，甚至被新政府悄悄推翻也未可知。毕竟马斯克的做法动了太多人的蛋糕，很难不引来反扑。马斯克本人则表示，他无悔于接下这份烫手的差事，称这是出于一份爱国的责任感。如果我们不去做，美国这艘船迟早会沉没。他把政府效率部的改革比作给生病的巨轮补漏加固，虽然过程艰辛，但为了国家的长远未来，这一仗必须打。而他也相信，只要改革的成果显现出来，历史会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短短几个月，马斯克从科技圈闯入政坛，掀起的这场效率风暴让美国朝野为之震动。从社安局诈骗漏洞到婴儿贷款丑闻，再到政府挥霍无度的种种怪象，一桩桩听起来像笑话的荒诞现实被公之于众，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同时，我们也看到权力和利益的角力在暗中进行，改革者在努力，既得利益者在反扑，民众则在旁观和争论。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究竟是在进行一场矫正国家航向的第二次美国革命，还是一场另有图谋的政治秀？不同立场的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或许只有等待时间来检验。一位被裁撤的老联邦员工可能会咬牙切齿地说，马斯克毁了他的生活，而另一位纳税人则也许会感谢马斯克为节省他口袋里的每一分钱所做的努力。对普通观众来说，这出正在上演的剧码无疑精彩纷呈，有高科技富豪，有权力斗争，有阴谋揭露，也有理念冲突。他的剧本走向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可以确定的是，马斯克的这番惊人发现和剧烈行动，已经在美国政坛乃至社会舆论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不论支持还是反对，大家都开始重新审视政府运作的效率问题。也许正如马斯克所言，这正是他希望带来的改变，让美国变得更好，不再继续沉睡在浪费和腐败中。未来几个月，政府效率部还会端出什么新鲜的发现？马斯克能否在离开前完成他的1兆美元省预算目标？这场美国政府的自我革命又将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将在历史中寻找。但无论如何，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的这段传奇经历，已经为未来的改革者们提供了一个大胆而耐人寻味的范本。